嘿，大家伙早喽！12月30号星期六，周末了。今年还有最后2天，昨天一天，还有前天一天，我跟家属都在做咱们频道年终总结的数据，全网的年终总结的视频会在1月1号上线。如果就目前的进度来看，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看到了好多数据，不在现在的节目里和大家细说了，就是挺感慨。昨天的30公里强度有点大，今天真的挺累的，所以今天就轻松跑了。你强度大了以后，或者跑完马拉松以后，跑完比赛以后，有时候你跑步你可能会觉得有一只脚或者是2只脚各种关节都疼，落地的时候，不知道有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受？赶红灯，赶红灯！哦，尤其是刚开始跑的时候，但是跑一跑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刚开始跑的时候疼不跑了，那其实也就不好了。不过据我的经验，强度课以后，慢跑是有助于恢复的。今天出来的早，但是因为跑的少呢，所以天才亮，所以我打算去前面那片街给大家拍街景。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没有主题，闲聊天吧。昨天也在和家属聊2024年我们怎么更好的能和大家互动。其实本身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一开始我觉得在冬天那时候北京开始冷了，10月份跑步，早上起来跑步，很多时候在故宫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就有好多想法想说的，我说我要把它记录下来，就仅此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这个小频道可以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变成一个类似于谈话的节目，就像这几期直播我用的标题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不管是精力还是能力，我其实远远达不到能够教育谁的条件，我只希望我们在一起能够交流就好了。不过呢，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是有一个过程才形成这个想法。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呢都没有所谓严格意义的对错，只不过大家想的东西不一样，或者喜好的东西不一样而已。不管您发弹幕也好，还是发评论也好，我都尊重您说的每一个字儿，但是呢，我也得捍卫我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小原则。行吧，一会儿我们换个视角聊一聊。加油干，加油干！今天已经跑了马上14公里了，不短了。这边新年这个假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假期，其实就跟咱们过春节一样，基本上已经放假了。这次去东京，感觉行程会有些怎么说呢？有些丰富。至于我平常的生活来说，因为约了同样是 UP 主的胡老师见面，
他总在做箱根的各种分享，然后应该还会和高驰的小伙伴见面，就是今年东京马拉松博览会见到了高驰的小伙伴。之后呢，还有可能和其他小伙伴见面，而且同时呢，正好是周三我在东京，这应该是每周三和跑团合练以来第一次没有现场合练了。但是呢，我的想法是周三的时候我会在皇居跑一个同样的课表，要是有在东京附近的小伙伴也有晨跑习惯的，我们可以偶遇。因为3号是冲刺那一天，就是他们跑回东京，所以早晨时间还是相对充裕。早晨练完，然后剪辑完、发布完，再去终点。今天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还是开直播。昨天看一弹幕特别有意思，说直播要开始变现了呀。然后我觉得特有意思，直播怎么变现呀，兄弟？我不卖东西，关键我也不会卖东西，是不是？你们知道，上一次直播就这几次直播，基本上 B 站能给到的，最后统计到的收入差不多，最少的一次是8块多钱，最多的一次是20多块钱。就是玩嘛，我就跟家属说每周六中午吃完饭，然后我这边其实已经是2点半了，下午跟大家聊聊天，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平常我俩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这就变成了一种就跟你出去跟人吃个饭聊聊天那种感觉似的。我干什么事儿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一个高兴，我总说有钱难买我高兴，真的。我是个不太容易被弄得就每天都特激动的那种性格。我想咱们频道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性格，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像有时候我也看一些娱乐主播，不是那种跳舞的娱乐啊，就是比方说吃吃喝喝呀什么的。像有的特闹的我就不喜欢，就什么都哇那种，有点像那个有的综艺似的。但是我不能说是人家的错，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就像咱们频道一样，可能您今天是第一次无意中刷到我，您进来一看说，哎，这什么玩意儿啊，对吧？说什么都说不在点上，然后叨10多分钟，好像什么都没干，又好像什么都干了，挺没劲的。这是有时候挺没劲的，但是也每个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境，不可能永远都是一样的状态。跑步也一样，有时候想跑，有时候不想跑，很正常。这个月跑得不错，明天因为后天呀是最后一个训练日，但是发总结视频，所以呢明天回评论，顺便正好明天是这个月最后一天，跟大家聊聊这个月我的训练的总结，好吗？差不多就这么计划。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跟大家聊聊关于跑步的事儿。今天就是像昨天那种强度跑完，其实是要比我跑渐加速的30公里强度大的，因为它不是渐加速，是30公里的后20公里几乎是在跑比赛的配速。昨天 Maki 桑晒了一下他
他的数据，他昨天的平均配速是3分55。那我差不多那20公里应该是3分58或者3分57，就几乎是比赛配速了。当然，如果跑240还是不够啊。我说的比赛配速就是昨天跑完以后说的那种，不是目标比赛的那种。我也在想，是不是2024年考虑的多参加点周末的小比赛。也有小伙伴问我无锡我时间上不允许，确实比较遗憾。我无锡赛道还是挺好的，有就是在叫什么南方的小伙伴去一去也挺好。那这种强度跑完以后的恢复跑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前3公里一定要顶住。有时候你前3公里觉得浑身哪儿都疼，对吧？但是跑过了以后呢，你就觉得没事了。之后今天跑完，轻松跑完以后，建议做静态拉伸和按摩，还有热水泡脚或者泡澡都可以。因为它其实是变相的让你的昨天损伤的地方，就是你昨天恢复，对吧？然后呢，今天呢再稍微的损伤一点，然后再促进它恢复。不一定科学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今天一定不要干什么，跑步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求远，就是你多跑点没事儿，但是绝对不要冲，就不要求强度。求强度可能10有8九就受伤了，一次受伤就得不偿失。因为冬训，不管冬训、夏训还是秋训、春训，都是连贯性很重要。马拉松就是拼连贯性，谁能保持一个好的训练节奏，谁就在赛场上更加的有自信。马拉松赛场上，能力是一方面，自信也是一方面，而且自信有时候更重要。因为很多普通人，包括我在内，练到一定程度以后，能力上就那样，天花板就那么高，是不是？差不多了，我也快到家了，跑到16公里就结束。这边这一片还都是相对比较陈旧的建筑，能看出一些以前的样子。像这种楼，公寓楼都是比较新的。12月30号星期六清晨6点59，训练结束。今天虽然是第2个训练日，但是没有跑21公里，这很少这样的。昨天的强度跑完，今天就是我刚才描述的感觉，久违的那种脚疼，好久没有了。就是以前跑强度或者跑长距离，大多数跑完以后第2天就是疲劳，但是今天呢就稍微有一点，可能昨天确实强度有点大。今天平均配速我看看啊，只有5分29，跑了16公里，平均心率127。今天就是刚开始跑前2公里的时候，哇，尤其是右脚，我一般好像我通过 Stride 双脚的那个轨迹来看，我可能右脚更偏向于发力。右脚的前脚掌的关节，每一个关节都是酸疼的，但是跑一跑就好了大约有60%，然后今天还会再严重一点，但是可能到明天的时候，也许是今天起床那个状态的70%的伤痛，然后到后天应该就完全没事了。这就是我说的这种恢复。一般你有点小损伤，尤其是你能判断不是急性损伤的话，就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人要比大家想象的强大的多。我原来也不这么想，原来有点事儿我可当回事儿了，现在就真的不那么想。今天又比昨天凉了一点，昨天选择昨天去跑，强度真的是个不错的日子。行吧，这边比北京暖和多了，冬天基本上到下个月可能还能再降温，也就这样了。不过
下个月底2月，对，2月初回北京，等于最冷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在北京。到时候咱们看看严寒中的奥森、故宫和朝阳公园，还有2环是什么样，好吗？那大家就等待1号的黑影 TV 2023大总结，或者叫什么？我想的是黑影 TV 2023大电影或者大回顾。但是平心而论啊，在影片的规划、制作、剪辑各种上，我其实还是太弱了。有时候影片稍微复杂一点的时候，我就丢三落四的。因为有的时候看到，比方忘了加最近新加的片尾，或者有几次忘了加天气，各种都是因为可能我一直在专心剪某些东西，剪完以后我觉得剪完了我就生成了，就是这样。这实在有的时候抱歉，我还是会再努力，好吗？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要跑厦门马拉松的小伙伴们一切顺利，给您加油。那明天回评论好吗？明天回各种的评论，然后咱们聊聊天，大家加油干，咱们明儿见。